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已经好几天没见面了。我今天刚回到德国，今天是10月31日。这次呢，一共回去了3周时间。开始几天呢是在我家，在我老家一带呢转转，陪陪我的母亲。然后呢，本来安排去外地，比如说去重庆的那几天呢，我刚想去重庆的时候，那里天气不好，我看天气预报啊，那个地方下雨，而且好像挺凉的。然后呢就没有去。但同时很奇怪啊，我的身体呢出现一些问题，所以呢我就临时决定去桂林呢去检查，做了什么 CT 啊、B 超等等。后来呢好像没有很大的毛病啊，应该是没有。大后天我去看医生，礼拜一我要去看医生，去看德国医生，看看到底有什么问题。所以总体来说，这次回老家回国没有我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利啊。还有呢，这次我还去了我们广西的北海，本来原来想去广东的那个惠州，也就是那个深圳再往东北方向惠州那个海边去度假几天的，但是我后来发现呢，惠州比如说叫顺寮湾还是什么双月湾等等，那个地方的交通不是特别方便，因为我没有车，我没有国内驾照，原来是计划那个坐高铁去，但是呢，从深圳北到那个顺寮湾那个地方没有直达高铁，只是到惠州东还是怎么样，然后呢还要坐那个网约车，而且从深圳还有从广州每天没有多少趟到那个地方，高铁没有多少趟，所以呢很不方便啊。然后呢我就临时决定到我们广西的北海海边度假几天，但是这次呢就很遗憾啊，我带的德国电脑是德国那个德标的那个插头，不是插座。然后呢，我入住那家公寓，它是那种扁的那个，就像这个可以插，德国圆头的插不了，所以呢，我的电脑用不了，用不了电脑，那我就无法工作。所以呢，接连大概10天左右，我就再没有更新咱们的频道了。其二，我想呢跟大家说一说啊，这次我用口述的形式吧，说说我的德国伴侣和我这次呢回中国去一些感想、一些观察吧。他是去年9月份去的，也就是刚刚1年之后又去啊。我们这次发现与去年不同的，那就是我们的感觉就是比去年中国呢稍微萧条一点了。我不知道我们的观察对不对。比如说，我们这次去广西的北海，人潮这次呢我们发现比较少，比如说沙滩的人也少，然后呢街上的人也少，还有呢消费的地方人也不是特别多。另外呢，我们跟当地的网约车的司机也交谈过，比如说有一个是东北沈阳的吧，他跟我说，他说今年的那个生意很难做，而且现在网约车他说收入也不高，一个月可能也就是2、3千块钱、3、4千块钱，而且作为一个东北人，在那个广西北海没有那种归属感，没有家的感觉，所以他说他决定很快呢卖掉他那个网约车。他说没办法呀，因为现在在北海这边生意很难做，所以呢只能打道回府了。我们也跟另外一个网约车司机也谈论过，他是个少有的本地人，是北海本地人。他说现在呢，除了交给平台的佣金，每个月有5、6千的流水，但是还要除掉大概900块钱的那个电费，因为他要充电，相当于每天大概30块钱左右的电费。他说最后呢，可能除了成本还有5000块人民币，活得下去，但是也不是特别高。然后呢，他那个车可能也花了10几万去买的吧，然后还要把买车的钱每个月相当于要把它还掉，这样呢才能够算自己的收入嘛。所以他也说啊，今年2025年的生意要比去年更差一些了。师傅，您是本地人吗？对呀，本地的啊，本地的，哦，很难碰得到一个本地的哦。本地的比较少，这对，些外地的多。我们打了几次车都是外地的多。你们从哪里过来？呃，我老家是桂林的。哦，桂林哦。对，这位朋友他是外国的，德哦，国人。嗯，这次来北海，我看见好像
有点比前几次萧条。我原来来过。对对，没有前几年那个繁华一点了。啊。现在怎么说？就是说，特别是做实体的，很多都关门的，对不对？今年比去年好像更困难一点，是吗？对。你跑这个网约车多久了？我跑2年多了。2年多，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？对呀。全款可能要10几万吧，对吧？全款以前单车上是差不多15万。现在不用了，现在电车很便宜了。现在大概10来万就可以买到了。那如果不算，比如说车贷什么之类的，反正都要买车吧，就不算车贷，就算你给平台的那个佣金，然后加上你充电的那个费用，你出了这个费用，1个月的流水还有多少？大概？这除的成本这个没算过，大概我们现在1个月，这些大概是20块钱1个小时吧，现在吧，目前吧。20块钱1个小时。20块钱1个小时吧。大概能够挣20块钱左右1个小时。这一天上来大概是200左右啊。你要干10个小时左右，对吧？要10个小时哦，10几个小时的间哦。注意查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1个月1天不休息，大概有5、6千，是吧？差不多。但是你要天天出厕所间哦。对啊，是啊。你要出天出厕。反正大概是平均都是20块钱左右一个小时。那这么说，现在那个大环境就不好，竞争很大，大家都不好做哦。对，竞争很大。像以前很多开店的做老板的，现在也有很多在开出租车、开那个网约车的。反正现在北海，我觉得它的物价也不是很高，我觉得有5、6千块钱1个月也可以了吧？你5、6千，你除了成本大概充电，我1个月大概差不多1000块钱充电费。1000块，也就是一天差不多30多块，是吧？大概30万，这一天大概算30万。30，这个电费哦。但是佣金也已经他佣金扣除了，是吧？对，已经他打个比方，我接你这单，对，他收了他佣金以后就到你的手，你还有20块钱左右。但是到我们都是流水嘛，在这里。对他抽每一单大概是20%多30%嘛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比帮别人打工更好一些，对吧？所以说做这个都是自由。因为我自由啊，对。我要接小孩嘛，他比较自由方便嘛。对，是比较灵活。对，比较灵活。我以前是干工地的，以前。以前干工地的。对，我以前搞工地的。现在工地不行了，现在北海没有什么工地了。北海的房地产也是过热了啊，好像供过于求啊。对，现在不行了。这从这个桥开始就变成新城区嘛。这新城区大概是10年就这样子而已。以前这边就还是农村的。你有几个小孩？2个。2个挺好啊。对。他们多大了？他们现在还读那个小学。你们家相当于4口人对吧？你们家？对啊。那1个月你们家的生活费，光是生活费啊，就吃的喝的呀，要2000块钱吗？大概是2000左右。2000左右。大概是2000左右。你太太也工作是吧？对啊。那你们家1个月估计也差不多有8000到1万块钱左右吧？对。那已经够了。像北海这边，就是说，因为我们读那个书就不是那考普通的嘛，所以他那个费用不是很高啊。对。如果你想读好一点不行哦。那肯定像普通一样上我们本地的学校嘛，对吧？这有些还要补课那种什么学那个什么的那种。那是你自己的家长的原因了吧？对。那这么说，你们2个人的钱完全够花了啊，是吧？这还要省一点才行哦，还要省啊？还要省一点才行。我以为你们每一年还能存几万块呢。要省。有小孩的话，你存不了什么钱的。固定的开支可能也要7000块钱左右，是吗？差不多。你们这里比如说去人家那里生日啊这种，红包你们这里打的多少？北海这边。红包
对呀。这说怎么说？这什么关系呢？比如说普通的吧，普通亲戚关系啊，不是特别亲那种，正常的吧。这是他开那个宴席是吗？对，是的。白海这边一般就是最低300。哦，最低300。农村也一样吗？差不多，就300的。哦，300的，你这些关系好一点嘛，可能还要多一点的。对对对。反正这边不管是农村还是街上，就基本上300起步了。那比我们那边高。我是桂林，还要在下面一个县的。我们那边一般是100到200。哦，那你们那边便宜很多。比如说生日，你可以打100，也可以打200。然后一般是正常就是200左右，但是也有打100的。白的那种喜事也一样，比如说某个人呢，家里死了老人，明白？你去上祭啊，我们一般也是打1到200左右。白海这里好多年前就300了，以前都是200。哦，很多年前了，5、6年前可能200还可以，现在不行了，不行了。哦，那毕竟白海物价太高了。昨天有一个做我的说，他是从南宁过来，也到这边喝酒席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嘛，我说你们那边水里多少钱？他说100，他就说100。你觉得不相信啊？对，我说还有这么便宜。我说他说农村还有30了，他说，他说农村还有30了。我们那里农村一般最少应该60吧。60哦。一般是100，可能算少的，正常是200。那种可能是那种老人啊，那种。对，没什么钱那种。对。而且我们那边是这样，就是，你打100、200，也可以全家去，也可以一个人、2个人去，全家也可以。但是你那个钱太少，你也不好意思吧，对吧？没关系的。但是你给100是一家人，200一家人，那一样的，对。就一样的是吗？对。因为是图高兴啊。那这么说，你们那边开酒席不是为赚钱的哦？不是，不会赚，肯定是赔钱的。然后呢，我在老家跟我的那些亲戚朋友，他们谈论的感觉呢，也是认为今年的自己周围他们觉得今年的经济形势真的不如过去。其实我也不好说什么，因为呢，我还是认为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这个现象，而是全世界的大气候。然后呢，我跟我的亲戚朋友呢分析一下，我认为始作俑者，我并不是那个找替罪羊我还是认为呢是美国。因为呢，2018年特朗普上台之后，就发起了专门针对中国的什么贸易战关税战等等，对不对？还有科技战，其目的呢，当然是为了把中国遏制中国的崛起嘛。然后呢，美国永远可以做世界老大，这是他的私心。全球化也是他号召。然后呢，特朗普之后呢，去全球化也是从美国开始，相当于走回头路，对吧？走老路，把全球这个经济现在完全搞乱了。你看，特别是2018年以来，一直到现在，专门针对中国，然后还针对他的盟友，对吧？还有其他很多国家，动不动就加关税，动不动就对中国一些公司呢拉入黑名单、制裁等等，对俄罗斯的能源也制裁。反正把世界搞得一团糟。所以我觉得始作俑者绝对是美国，才造成了今天全世界它的经济一团糟。中国经济走入低谷，美国的经济也没见得怎么好因为美国其实是去工业化的，所以呢，由于跟中国打这种各种各样的战，导致了他自己通胀特别的严重。他的那些盟友，比如说欧洲这边所有这些国家通胀特别的厉害，还有全世界其他国家，当然了，西方很多国家通胀厉害，而中国呢，貌似呢有些通缩，没有他们通胀那么厉害但通缩也不好，所以呢，导致了整个国际大环境都不好。但是我发现呢，国内现在因为呢钱更难赚了，工作更难找了，所以有些人不满。这确实呢是国际大环境，而且是由于美国专门针对中国造成的。这几年应该是特别的困难，我们呢不得不
耐心一点，也许过1-2年之后呢，就慢慢就恢复了，否则真的特别难。还有这次我们回中国去，因为我们这边呢，德国这边还有欧洲这边，还有我去过美国，通胀特别的严重。我们这次回中国去，感触特别的深。德国这个物价和中国这个物价这差别特别大啊，甚至呢很多方面就是直接把那个货币的单位啊，那个名称不是那个数量啊，而是那个名称，把欧元换成人民币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根本就不用考虑汇率。比如说，在德国1欧元的东西，在中国就是1块钱人民币。有个很明显，因为我们去中国那边啊，我们出行一般来说啊，比如说我们去北海也好，还是在南宁也好，我们一般都是那个叫网约车，因为在中国的网约车实在太便宜了，便宜的我的德国伴侣他真的难以置信，他说怎么那么便宜呢？中国这些网约车司机能赚钱吗？还有另外呢，我们这次去北海还专门尝了那个自助火锅，还有自助的那个烧烤，这都是不限量的啊，随便你吃，随便你喝。然后呢，自助的那个烧烤，每位如果是单独的话是49块钱，如果我们团购，比如说3、4个人，平均呢每个人只是44块钱。我们还去了那个吃火锅，它是每个人一个很小的锅，这比较卫生啊。然后我们2个人，反正挺便宜的，40多块钱一位，反正便宜的不得了。相当于在德国就是6欧元，甚至呢5.5欧元。然后呢，我们那个火锅甚至呢只有5欧元多一点，这个太便宜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习惯了德国这边物价之后，真的觉得去中国那边啊，更不要钱似的啊。比如说吧，这次我们经常叫那个网约车，2公里左右，它只是人民币7块钱左右，那么便宜啊，7块钱，连1欧元都不到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在德国啊，很短的距离，在德国这边，如果是坐公交车，现在科隆是2.7欧元，也就是人民币呢20多块钱，差不多22块钱左右，那么贵啊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在中国，你看坐网约车，2公里1欧元都不到，相当于9毛欧元的9毛。在这边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2公里左右，在这边大概要6欧元，甚至呢8欧元，因为它起步价嘛。那如果8欧元，那就是60多块钱人民币，而在中国那边是7块钱，大概就是相差9倍左右。在德国这边，平时根本就不敢打的，因为打的啊，在德国是奢侈行为，一般德国人真的不敢打的。因为动不动，比如说你做那个10公里打的10公里，那妥妥的可能要花25到30欧元，相当于人民币200到250块钱左右。而在中国10公里啊，大概是人民币应该是不到25块钱，可能就是20块钱左右。或者呢是17、8块钱，因为呢这次我还专门打了14公里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大概是24块钱。我们在北海打的，也就是欧元3欧元，在德国呢，这个妥妥的要30欧元左右，所以呢大概就是8倍到10倍左右，价格差特别的大。好多人说你在德国啊，赚欧元花欧元呢，但是这欧元不经花呀。比如说我们这边德国这边税后收入中位数是2500块钱都不到，2500不到啊。那如果是租房的话，一家3口，在德国城市，你大概现在要1200到1500欧元左右啊，就是房租。在小的地方，一家3口可能要1000欧元左右。如果是单身的话，可能要700左右吧。
然后呢，在慕尼黑这种城市，可能单身的都要1200，一个很小那种单间啊，加个厨房的。所以呢，在德国这边啊，虽然是赚欧元，但是欧元真的不经得花。这样的话，算起来，我们这边的收入2500块钱，其实也不高。然后呢，还有中国人特别喜欢，就是说西方收入的时候，老是把西方的那个收入，比如说2500欧元，那个税后的中位数吧，折合人民币就是2万块钱了，很高很高了。但是呢，说开支的时候，他就说你不能够折合成人民币，还是赚欧元花欧元，这是双标呀，对吧？反正我们从德国过去，就觉得哈，在中国那边很多东西真的很便宜。但是我也知道啊，如果是按中国那边的收入，比如说在北海那边，可能普通的或者平均的收入可能就是3000到4000左右。那个地方可能工资也不是特别高，高一点的5000可能就算高的了，就算3500块钱左右吧。那如果3500块钱去吃一顿那个自助的火锅，比如说30多块钱，其实也不是特别便宜，但是呢，很能够接受，对吧？但是如果是我们拿着德国的收入过中国那边去，真的实在是太便宜了。像这个啊，在中国那边，同样的那个吃的喝的啊，中国那边是40多块钱，那在德国这边，我觉得按照那个中国那边的质量，我估计呢，大概要30到35欧元左右啊，因为是管你吃饱，管你喝饱，随便你吃喝的啊。在德国这边，一般那种所谓的自助餐啊，不包括饮料的，一般现在是25欧元左右，但是随便一个饮料，现在在德国，便宜的是4欧元，贵的是5.9欧元。如果你喝2杯饮料，那就要10欧元左右了，再加上前面那25欧元，你看是不是35欧元了呢？对吧？然后中国那边随便你吃喝40多块钱人民币，而德国这边35欧元是多少？是280到290块钱，你们看相差多少倍？但是德国这边的收入啊，即使折合成人民币，也就是中国的可能3倍，最多5倍啊，平均可能是3、4倍左右。但是德国的物价相对来说也大概3、4倍到5倍左右。大家注意啊，不是食品价格，这物价是综合的，你要房租呀，还有吃饭呀，还有平时其他的开支，反正全部综合起来，我认为啊，德国的物价真的相当于中国的3到5倍左右。那么这样算起来，我就觉得，比如说在中国那边3500块钱、3000块钱的生活水平，可能确实就相当于德国这边可能就是2000多欧元这样子，因为两国这物价目前真的相差太大了。就是说，如果是你拿德国的工资在德国生活，和你拿中国的工资在中国生活，其实两国的生活水平没有特别大的区别现在。而且很多情况，刚才我说了啊，比如说德国打的是一种奢侈行为。而在中国，你叫个网约车根本就不是什么事，几乎就没有任何那个经济压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平时打个车15块钱，你觉得特别贵吗？我不认为吧。然后呢，像在桂林，现在吃一碗米粉，现在2025年啊，我们在桂林吃过，吃一碗米粉5块钱。像这个米粉，我告诉你们啊，在德国。同样的米粉，如果有的话，在德国大概要12欧元左右。然后呢，像那个所谓的日本拉面那种啊，中国这种刀削面啊、拉面这种稍微分量大一点点，在德国在餐馆里现在一般是15欧元左右，甚至有的地方已经15.95欧元、16.95欧元左右了。你看这个价格差别有多大呢？对吧？然后呢？我再说说吧，理发，
我今天回来，我看到我们家附近的那个发廊中等偏下的那个价格水平，男士啊单减20欧元，加1欧元小费21块钱欧元啊。在中国，比如说在我们县城，现在一般是15块到20块钱，甚至听说在广州那些街头那种给人家剪发的快剪的，可能有10块钱的或者15块钱的。你看这样对比起来，两国的就是货币的单位，根本就是那个欧元换成人民币就可以了，这价格相差了8倍呀。然后呢，我就把德国的价格告诉我在国内的亲戚朋友啊，或者比如说在北海那些网约车司机，德国这打的也贵，还有网约车也贵，也是有原因的，那就是德国能源特别高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德国的人工成本也很高，所以导致了整个这样价格的水平，德国的真的要比中国多出或者高出3到5倍，这很正常。然后呢，考虑到德国的呢收入也是中国3到5倍，所以这样就扯平了。然后呢，在中国，我们这次回去也感觉各方面的服务特别的方便，然后呢，服务态度特别好，也是因为卷可能吧。比如说我们去吃那个自助烧烤，服务人员他们真的特别的贴心啊，而且特别友好，也可以感觉到，特别是我的德国伴侣，他说他能够感觉到，比如说那个小哥，他对所有人他的态度都特别好。他说这个小哥，他肯定是热爱他的工作的。像德国这边，德国自己人说，德国是一个服务沙漠的地方，就是说几乎没有什么服务，他只是做他的本职工作而已。本职工作可能也做不好，就是对你呢，也许没有很多的笑脸，可能那个服务也特别的慢。因为呢，在德国，因为人力呢成本比较高吧，所以呢，比如说一家餐馆，在中国可能有5个服务员，在德国可能最多只有2个。那如果是同样多的客人去就餐，你2个人服务和5个人服务那么多人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对吧？那个速度也不一样。所以呢，让我的这个德国朋友啊，德国伴侣特别的有感触，那就是中国那边生活很方便哦。还有这次呢，我们到北海去，一线海景房啊，我们在金滩这边，那个沙滩不是特别适合游泳，是适合赶海呀，挖一些什么贝壳啊，或者是牡蛎啊这种东西，100块钱都不到，只有90几块。我们住了3天，花了286，90几块，你们知道吧？只有12欧元。同样的酒店，在德国，如果是有海景，至少要100欧元以上，而在中国90多块钱。也就是呢，现在你看又认证了，就是把欧元那个符号换成人民币，也就是两国的物价有的方面甚至相差8、9倍。前面打的也是一样，相差8、9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住宿也相差8、9倍，所以综合起来，我认为啊，两国肯定物价相差3、5倍是正常的，也就是德国的物价就相当于中国3、5倍，然后再加上德国的收入水平也是中国的3、5倍，其实两国的生活水平可以大概来说就扯平了，这是感悟特别深的。还有第3点，我的德国伴侣感悟特别深，因为我们这次出行啊，距离远的话，比如说我们从贵阳是坐高铁回家的，非常的准时，分秒不差，可以说分钟不差吧。这次呢，一共乘了大概5、6次高铁吧，真的是1分钟都不差。所以我的德国这个伴侣啊，感到特别惊奇，他说中国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为什么会那么准时呢？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那是因为呢，德国这铁路实在太差了。我想呢，看咱们频道的朋友，你们也知道啊，我不止一次说过，德国这个火车，它真的是以不准时而出名的。好像这段时间稍微好一些了，但是呢，总体来说，德国吐槽最多的就是德国铁路不准时了。所以他这次呢去中国没有经历过1次晚点。他说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，简直呢让人不可思议。他说在德国绝对做不到。
哎，这是德国朋友呢特别感慨的啊。所以你看，因为这几年他经常去中国，或者过去20-30年他去了那么多次中国，他目睹了中国这进步啊，他就感到很佩服。一个是佩服中国人，然后呢还是佩服中国这个政治方面这个领导吧。因为有对比啊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。看到德国这政客一个不如一个，对吧？特别是现在德国的这届政府，还有上届政府，那个外长就不用说了，360度外长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新外长，对中国不好呀，导致了两国关系不好，两国关系不好，对德国也不好啊。他特别支持我，他说，如果有可能，你一定要恢复中国的国籍。我也不能再做什么了，因为我所做的已经做完了，把所有的那个文件已经上交了。我现在能够做的只是等，还要等1年多，要等到2027年的某个时候，也许呢我会得到批准，希望吧。他特别支持我，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德国肯定是完蛋了，为了你的未来，他说最好你恢复中国国籍。”因为他去了中国之后，他对中国，我觉得他比我还更有信心，因为我能看见中国一些问题啊，他作为一个外人，他看不到，所以他就觉得中国一切都是要比德国更好的。现在，当然他也知道，就是德国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，特别是农村的，还是比中国高，但是他觉得未来肯定是中国的未来比德国更好啊。德国是走下坡路的，他经常的口头的那个词语就是说德国完蛋了，德国完蛋了。今后你真的应该恢复中国国籍，未来就在中国，不在德国。好的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